一直以来啊，你很关心的东西是什么？我最关心的就是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是因为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我相信人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这个整个徒劳无功的历程，你就是要去不敢确定我的每一个作为，它是不是正在消弭徒劳无功的这一切的历程，但是它会变成一个我很重要的主旋律。我相信人可以去很努力的往一个自己想要的价值拼命追求，但是我没有把握，没有敢相信那个真的会出现。那你相信这个努力是有价值的？我非常相信，失败都很有价值。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我今天没化妆。为什么？你觉得我是不是很不要脸？还好，因为我刚洗完头，所以我就懒得化妆了。OK， 可是呢，我告诉你，我今天用的这个洗发精，舒服。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大地起源洗发精。我洗完以后，我觉得我的头皮松到我就立刻睡觉，我会立刻睡着。有一个很舒缓的感觉，我没办法形容你知道那个头皮很轻盈，平静感。对，而且你知道它那个重点是这个洗发精的香味，有非常非常天然木质调的香味，草本的味道，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很像那个去 SPA 完毕那种。有，我刚洗完，我觉得我很像在都市里拥有一间森林小木屋的感觉。我觉得我很像去巴厘岛，然后被人家按摩完，全身都是那个很香的那种木质调的精油的味道，这样 ，Oh my God， 是十分的舒服，十分舒服。我觉得它的特色对我来讲就是它会温和的洗净，因为我之前有时候用一些洗发精，他们会清洁力太强，OK，然后它会让你的头皮很干燥。OK， 那过一阵子呢，你的头皮就会很快就油。那像这种草本的洗发精，他们家的洗完就会很舒服，头皮不会太过于干涩，也不会红肿，也不会很容易就会油。怎么说？因为其实头皮它需要它原本的头皮的油脂，那大部分洗发精很容易把你的头皮的油脂洗掉，洗掉之后呢，它就会过度的补偿，所以反而你会更快油。懂了，就很像妈妈很关心小孩的时候，妈妈自己没有缺乏童年，她就会过度关心小孩，这样也可以扯。接下来小孩就会窒息。你这个也可以扯，你真的是好哦。对，我看到它上面有一个，它用一种草本的酵素，这个很特别。对，就是用水果啊，柑橘类的水果发酵，然后它有天然的清洁功能。那还有包含它们有无患子，所有东西都是草本的，所以它不会让你的头皮会有过度清洁的问题。它可以让你的头皮保湿。我觉得我现在头很轻盈，大概也是因为它的头皮有保湿的感觉吧。没错，对不对？然后它就让你的发丝顺便也保湿。没错。天哪，我真的是头发甩起来，真的是走路有风的感觉。真的，尤其是适合像我这种头皮比较敏感的人。然后我觉得用这个蛮舒服的。今天有一个好物介绍给大家，大地起源，让你的头发甩起来。大地起源提供只能喝酒图书馆听众9折的优惠，6月27到7月31，你只要输入折扣码 LIB90 就可以了。活动限定优惠，洗沐系列任选2大送1小洗发精。本期节目由大地起源赞助播出。刚刚走下来说，他说会不会过完今天之后，我就开始好好思考一下，我很不会过生活。我不会过生活啊，因为我之前碰到那种会过生活的人，大部分在我身边出现的，对，就是做广告的人。做广告的人，对，做广告的人不知道怎么样，就是显得好会过生活，悠哉的，好懂。我身边很多都是拍纪录片的人，或者拍电影的人，就显得比较苦力，就比较拼生死，就没有那种广告人的一种悠游。因为广告人出卖灵魂出卖比较多啦，所以换回来一些钱，过得比较滋润是合理的。对，过得很滋润。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有符合甲方这个的义务。对，然后我花了十几年才想说我花了15年才想尽办法从那一个世界里面落跑，就是因为我是大概到40几岁做完台北电影节之后， OK，
做台北电影节的时候，我是全心投入，我试图把这个电影节全部扭成一个完全有定位的、思考清楚的电影狂的，然后票房不是重点的那个世界。然后回来之后开始拍片，我突然发现我的体力、精力、记忆力、时间全部都开始下降。不晓得是年纪到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突然有种紧张我不能再花时间去做我并不是真的喜欢的事，我真的不行，不够。对，所以后来就开始比较不接广告，因为你说不管拍什么广告。当然我上次帮文策院拍广告那次是很快乐的，那个应该是完全交给我自己去创造一个想法。大部分广告是服务代理商跟客户已经过了非常久的想法，你再怎么精心包装，它终究是在贩卖一个概念，贩卖一个想法，贩卖一个态度，贩卖一个商品，你最后才是要卖东西。所以常常觉得创作到一半你就只能创作到一半，你没有办法从头到尾去讲一个你真心要讲。有一天我就突然在那边想，广告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你不用签名了，画画要签名嘛，写书要写作者，拍电影要写作者。我那天就突然给自己一个小座右铭，就是不签名的事我就不做了。对因为我的时间精力体力有限，不签名的事我就不要做了。对，哇塞，那就变偏执狂连那种钱很少，比如前阵子有个某个促转会的什么叭叭叭，还问我要拍一个白色恐怖什么东西，我听到那价钱，我想干写光他笑，是不是？你是当我刚拍片？对，但是就开始想到，我们可以想办法啊。对啊，现在钱不够没关系，我想要做完全没有人做过的纪录片，我想要那么情深意重的事，我想要用 AI。我想 AI 干嘛？我要复制这一个，我要虚构他的日记，因为他有一本日记，但是那个日记并不意味着完全，只意味着他写日记时候的他。我觉得以我对他的很多讯息了解，我难道不能够虚构一个真实吗？然后这个真实要给谁？就给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家人。就让他们家人去理解他，但是是我虚构的，就是我想要看的不是你经历了多少这种白色恐怖的为难，然后你的一辈子，因为这个有太多文件都已经传递完这个讯息。我觉得身为一个影像工作者要做的，其实是我在创造一种新的，借由这个载体产生碰撞的那个历程。所以我觉得活着的人比去看一个死掉的人重要太多。所以我就想从活着的人去看一个死掉的人，我并不想直接去看那个死掉的人。对，角度的问题。对，然后当这个想法提出来之后大家就开始很紧张。对，那下个礼拜2要开会。为什么你会是以纪录片为主？完全不是不是，我从来纪录片真的超莫名的啦。我是货真价实，热爱电影，学剧情片。是，可是你后面很多作品其实这就人生太诡异了。我根本就对纪录片原本是不了解、不认识、不知道，甚至也不太有兴趣，我也不太看。对，因为我就是喜欢看剧情片。OK， 对，然后我觉得一切都是就是老天爷的设计了。比如说我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我虽然是一个电影系导演毕业的，是，但那个时代没有电影啊。那时代你电影系毕业到底要拍什么？你就是去某工作室打工，某个剧组打工。然后那时候我就会有一种，说实在话，那时候心情是，只要谁给我机会拍片，来吧，是广告来吧 ，MV 来吧，随便什么都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拍广告，拍着就是老实讲，我在拍几次的历程，我印象很深。那一次转念，那一次是拍麦当劳。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拍到麦当劳，好像是厉害的称头的导演。然后那天我就下了一个指令，然后就拍，然后要吃汉堡，在那个田径场的做，我自己噼里啪啦蹦出一个指令，我觉得我自己蹦出来，我都觉得好可笑。那我们来开心的吃，来咬着汉堡，要面带微笑
我自己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想说，我到底在讲什么？我到底在讲什么？你要好好吃一个汉堡，你知道怎么微笑？但是我居然被广告养的那种惯习、某种刻板，进入了那种我们要非常愉快的去享用人生的每一刻，因此你会有这样投射，下出了一个这么古怪的指令。我还跟那个演员说，不好意思，我觉得我指令下错。他是很认真的表演。然后我就直接我说，我希望你就是真的去好好的去享用美食就好了，其他都不用。他第二颗镜头就我觉得超棒，就是他看起来很狰狞嘛。那你要带其他情绪的那样东西，我用另外的镜头拍，再另外想办法。那一天我就在想说，哇，糟糕了，这个好像不是我最本意要做的东西。然后后来接着又拍一个尿布广告，然后那个尿布广告，反正就是一定要选很翘的屁股啊，一定要 baby 的屁股，叫混血儿，要挑屁股就要挑混血儿的。我记得那天现场就 stand by 了好几个屁股，因为你如果这个屁股掌控不了，你会有下一个屁股可以掌控，你知道吗？就进入了这一种。你有没有觉得你刚刚讲那句话很荒谬？对，然后你居然对于一个 baby 你的反应是那二号先上，好，那个好，那先安抚一下2号，那3号来，你进入了这种，你把一个人类的躯体，一个 baby， 然后当成一个号码在那边赶进度，抢进度，来那个现在拍这个动作，我那时候是有一点点心头有一点点不灵，就觉得我那么热爱电影，然后学电影，而且我学得很认真，我真的是他们超认真的电影系学生，就我从来没有一刻放松过。就我现在在选那个拍下错误的指令，然后不把人当成一种像是使用的拍摄物件，就有点小烦恼，不至于到惭愧那么 over， 但是烦恼的。然后那一阵子我就想说好难哦，但是如果不拍广告，我又不知道我要拍什么。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因为我大学毕业那时候，我的毕业制作有一点点，反正就是有人知道，有一个制片人就说：“葛上，那个我不知道你对拍纪录片有没有兴趣？”我说：“什么纪录片？”他说：“国家地理频道，第一次来亚洲征案，然后是要强烈竞争下才能拿到这个案子。”我那时候其实并不是因为我想要拍纪录片，而是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可能一个好的方法去平衡我拍广告的那个心态。对。然后我就去跟他见面开会，他说反正他们就希望拍一个只有就台湾独有的文化，这样我想说那是什么呢？然后开始询问了解查呀。后来最后那个我去接触了赛鸽那个文化。台湾的赛鸽文化很疯狂的，而且它出现的领域就不会是在我熟悉的，我是在台北市长大的。然后我就开始会有那种好像要写脚本的那种心情去做田野调查你好我不了解赛鸽加拍谁救门起来那公鬼波这样搞了2-3个月。那就试着写企划，还没写过写，觉得我要拍这个拍那个，拍这个拍那个，讲，然后跟那个制片人讨论，最后我们就去提案。提案的时候我真的是我准备了20-30页，后来发现我没有提过案，我才讲2-3页，我就已经时间到，铃声响，我想就觉得很毛，还好有进入第2轮，我就开始改提案。简化，然后那时候整个剧情片的脑袋开始用出来，就是到底要怎么好好去说一个人一个故事对，到底，然后就开始写，而且后来就进入从什么100多个提案进入前30进前20，前20进前5，然后就开始这样提，最后拿到了，觉得我提到了一个纪录片的案，我可以稍微在拍广告的生涯中可以稍作心态上的平衡，因为这一端好像是在做社会事，这一端好像是在做赚钱事、商业事，还有点平衡。但真的要开始拍去，这个挑战也太可怕了，因为你找的这些人又不是演员，
他要过人生，他这一季要比赛，你又知道他是会输会赢，很害怕，很难的，很害怕的。我就开始拜访，到底谁愿意让我拍？哇，这个拜访就让我见到奇观了。原来你要找到一个适合的角色，真是千辛万苦。每个人都只问我一个最简单的话：我们这种行业是可以给人家看的，对啊，我们有点游走在一些什么边缘，不光彩吧？然后第二个更直接啦，如果我是花了一辈子力气在学习怎么让我的赛鸽比别人的强，就你现在要把我的秘密曝光，是不是我以后要怎么赚钱啊？但我现实的考量啊，那我赚的钱，然后国税局如果要查怎么办？然后第三个也是很直接，只要你们在，我的鸽子就会害怕。你们要怎么让他不害怕？哇，这都是困难的，好困难哦，听起来。找了半年，大概拜访20-30个鸽友，最后在嘉义有碰到一个叫蔡丰吉蔡大哥，他也提出一样问题，然后就跟我喝茶、喝酒。第二次我再下去找他，他说他想了很久了，我看你人好像蛮那个的。但他就开玩笑，我不晓得怎么拒绝。对，拒绝你对我来讲很辛苦。对，3番2次来，你又找谁认识的来跟我喝茶，他就开玩笑就除非那个对，如果鸽子一出生他们就认识你他们就不会怕了。所以你变什么意思？哇塞，什么意思？这听起来好硬哦。很硬啊，所以那时候我就长达有1年9个月，我就离开了广告。原因很简单，就是我的确要看着他们交配生出来，然后那些蛋隔了几天开始有动静，我人已经在。对，在等他生出来。从他们出生第一个看到就是我的摄影机就在那边。你陪产啊？陪产，然后陪他们长大，陪他们去训练，陪他们从幼鸽学飞，陪他们去哇塞去比赛，从那个远一点的距离一直到出海，一关一关。你变爸爸呢？我就是要陪完整个，你根本就是家人了吧？对，然后我就住在那个鸽舍旁边，租了一个透天厝。救命！救命的经验，然后后来就整个赛季，然后你在一个完全我的那个喉咙也不是很好，但是我尽量每次都被笑这样。然后我从来没有在台北之外的地方生活过这么久，那你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住在嘉义民雄，住了1年9个月，然后在那边不停的玩闹。然后你知道赛鸽人的生活也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开玩笑的，他们是大进大出嘛，大起大钱来都是几百的，对，就是那个生活其实就是很刺激的。从一早起来开始认真的训练鸽子，训练，然后弄完之后就开始到中午啦，休息一下开始吃海鲜嘛，吃海鲜完了喝个酒咯，睡个午觉再训练鸽子来继续开始喝酒，然后刷团第二团就去有什么地方有点灯红酒绿的。我不但要跟鸽子一起，我也要跟赛鸽人一起。这样我摄影机才可以进到你们的歌会，进到你们的那种鲁歌的世界，进到我可以去观察每一位赛鸽选手的那个状态。我就是要完全去过我不熟悉的生活，而且货真价实的就去过。你就是他们的一份子了，基本上。可是这听起来好有趣哦，非常有意思。然后我身边我往来的全部都是木工、铁工，然后农人、劳动阶级，就都是那种希望可以借由赛鸽做阶级翻转或者一夜致富的。对，懂，都是这种强悍的草根很强的人，讲话干久。对，然后会跟他们要做朋友什么，我就觉得哇塞，太酷了。所以那一次拍完纪录片之后，我有点吓到。我想说还没有讲完。后来剪接，那因为剪接的主控权虽然是我在剪，对，但是真正主控权是在华盛顿 DC 那边，他们有习惯的说故事方法，他们有习惯介绍给全世界方法，所以我就一直在跟他们斡旋谈判一关又一关，所以最后出来那个结果，那个真的是耗尽很大的力气，1年9个月真是耗完全部的力气。但是我记得那天交完，华盛顿 DC 传来说 perfect， 对，我们接受，
很好，我收工了嘛。我就跟我的那个好朋友，那好朋友跟我一起这样子，我们就2个人主要，我们2个他叫廖敬尧，我们就一起去，就在那个国父纪念馆外面散步，这样拿着啤酒，看1年9个月，干。但是我真的很开心，我很开心的说，那个意味着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我因为我的工作，我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境地，对，去理解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文化，我参与了陌生的世界的人的生活，然后这整个历程都是真的，都是真实的，然后这些人全部都是这样，可以说我的生命在这一段时间学了什么，参与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是非常印象深刻的。里面不再有奇怪的指令，要吃汉堡要微笑，也不会就不会有那些东西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但就把钱花光了嘛。对，问题就是把钱花光，很现实的问题。对，所以我就开始从那一次开始，我就开始过着一半一半的生活。什么是一半一半的？就是我有兴趣的纪录片题材如果出现，我就会拍纪录片，但因为纪录片不会赚钱 ，OK， 它没有办法过上称头的人生 ，OK， 那你就赶快接广告，或者广告赚来的钱去养纪录片，就开始过了，理解。还是有一些妥协，10几年这样的生活。那剧情片呢？剧情片就是中间我有拍了4、5个短片，都是短的，都是短的。对，但是短片，对，我后来发现是有点我的人生特质有点麻烦。我是属于那种我欣喜的迎接老天爷迎面而来的送给我的东西，所以比如说接下来拍纪录片，我都不是因为我想拍，都是别人找。比如说。就是突然有一天有人打电话来说那个台湾棒球100年了，要拍一个那个纪念的一个那我心里想说我喜欢棒球，但是也没有强烈的动力觉得那我要去花一个我的人生，因为从那时候开始我对拍纪录片已经定义了，就是你人生要插出去好长一段时间，是，然后那时候就去看了一些球队啊，看了一些传统强队，看了一些什么。找不到 feel 没 feel， 然后有一天就田野调查，然后我那时候都还没有说我要拍，而且跑到花莲复原的一个，我也是查了那个资料过去，想要拜访一个教练一样。我在还没有进他家的时候，我要住在花莲市有自己的独栋的透天，我一靠近那个家，怎么外面30-40双球鞋，然后一进屋子臭死了。都是那种一堆那种雄性荷尔蒙的汗臭这样，然后那个国中小孩、小朋友、那个小学小孩在那跑来跑去，然后我就看到那边有2个婴儿，然后那个教练跟教练太太在那边做饭，我想说，你们好好的在那边过生活不是很好，怎么全部塞？他那天晚上跟我讲了很多事情，反正就跟他自己的原住民的出身，跟他的历程，所以他很坚定的希望。他可以把这群孩子，因为隔代教养很严重，他希望这群孩子就是那种礼貌啊，然后课业啊，什么都可以。然后那天晚上，反正我就觉得这个教练蛮有心的，但有心绝对不会是我想拍纪录片的动力，因为我很讨厌热血的事情，我人生非常厌恶、讨厌热血，因为我不相信那种东西。然后我那天晚上也访问了一些小朋友，小朋友每个都胆战心惊的。不太敢回答，每一个都说我将来要赚钱，我要打职棒，那个都刻板答案。那我那时候都还没有决定要拍，然后第2天早上去练球，然后就练得认真，练得认真。然后他们去收器材的时候，就跟着他们到器材室，就看他们几个开始在那边讲垃圾话，讲一些真的超垃圾话的，都是性器官的话，都是都是些无聊那种烂垃圾话。我就突然有一个感觉，就是有点感觉，就看到他们在讲烂话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感觉。坐回台北那火车上，没有站在那边，我想到底要不要拍然后那时候我坐火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其实打棒球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台湾的国球是棒球，谁在乎这个？也不是为了什么要打职棒变明星，要替家里改善家计，少骗人了。在这个年纪要打棒球，是因为我跟你们在一起玩，我很好玩。就是人都会有经历一段，我喜欢跟朋友一起鬼混，这就是童年了。
这就是童年。你们打少棒的这群人就是为了童年啊，你们哪是为了什么大人的眼光，什么改善家计，讲跟真的一样。然后就跟出资者说，我不想讲什么台湾百年棒球史，我也不想拍什么台湾的棒球战，我说我可以讲童年吗？他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叫讲童年？我说我真的很想要看童年。我想要从这一个棒球队去看童年。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是对你来说，剧情片、纪录片跟广告片对你来说，你会怎么去诠释它呢？对你来说，他们都是各自是什么？我之所以困难回答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不管拍什么，可能是到了这个年纪才有这种感觉。就是慢慢你会有一个叫做核心关注的东西，核心关怀的东西，就实际上你是有一个价值观跟人生观跟想法，是你和这个世界连接你最在乎的东西。那个东西可以称之为特别喜欢看某一种人类，特别喜欢看某一种人类的生活，或者你特别想要传递这种人类生活的讯息。有些时候这些讯息是非常适合用纪录片拍的，有些时候这些讯息你得要用被设计过的剧情，它才可以呈现得更清楚，或者比较不冒犯真正的伦理问题。OK，对。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虚实，你觉得它是虚还是实？好问题，超好的问题。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全部都是实的，不管是剧情片、纪录片都是实的，但是这个实也包含可以虚构的真实。就是我常常在纪录片现场，我会有一种感觉，一种兴奋感，就我们现在当然真的嘛，对，我们又不是那种排练出来，都不是。但是摄影机一旦下去，决定用什么角度看，什么时候开机，什么时候关机，我什么时候开始讲话，然后开始决定讨论什么问题，实际上我已经在打造一个甬道，然后这个甬道开始在创造一个时空了。OK， 这时空它里面的元素好像都是真实的，但是那个时空气味、讲话的题目、讲话的方向感，其实是我操控的。OK， 但虚跟实哪一个让你最有感觉？不是感受，也不是感触，而是感觉。虚跟实哪一个是让你有感觉的？我拍剧情片的时候我会哭。我拍剧情片的时候，虽然是演员演的，然后是被选定的场景，然后台词是我写的，在那边发生，但你知道一切是在扮演。对，因为它有硬点跟凹点，它有这一场的开始跟结束。我常常会有一种我多么渴望把现在演员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变成像生活一样，就像他们生活真的经历了前言后语之后被 capture 下来的这一段。然后如果这件事情慢慢正在发生在空气中的时候，甚至发生的比我想象的还强而有力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会很激动，我会觉得干就是这个有就是我被触动了。但是反过好难回答问题。反过来说，我在拍纪录片现场，我有些时候冷静到我自己会惊讶。比如说当我拍自闭症的父亲跟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种极端冷静的在看待，我并不会感动，我也不会害怕，我也没有恐惧。对，没有情绪的，我没有情绪的正在看待这一切的发生，然后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因为我不动声色在那边看，其实我是构成了一个看的角度的态度的方法，我已经决定了观众将怎么看它。这时候我又觉得有点残酷，我好像是一个主宰者。OK， 但我很想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的硬点跟凹点，哪一个是虚，哪一个是实，还是两个都是虚，或者是两个都是实呢？我可能只能从我的那个人的经验，就是人身体经验。对，我现在认真的直接回应，就是比如说我在拍剧情片的时候，我每一天最痛恨的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规定几点几分才可以拍，我醒来我就想要去现场。我很怕那种我醒来到去现场中间有一段时间，他在告诉我一个讯息，我醒来是
真实生活嘛，坐车是真实生活嘛，我得要透过一个交通或者等待的历程，我才可以进入一个虚构的空间去扮演好像要拍到真实东西的事。我很想要没有中间的历程，我醒来我就已经在那里面，也就代表我的心态上在拍剧情片的时候，我是好想我就活在那个世界里面，因此我活在那个世界里面是真实的。我想要我生活在那个对，我懂你对，就是我醒来，即使是片片段段的生活，但是我想要活在那个空间里面，活在那个演员状态中，活在跟演员一起工作的世界里面，我们去创造这个世界要讲的事。所以我多渴望能够立刻到现场。所以后来去年拍电影的时候，那个专门来载我的那个酒吧司机，后来很好笑，因为他发现不管他多早到，我都已经站在那边，我都已经在他没有一天漏掉哦。所以他就开始提早5分钟，提早8分钟，提早10分钟，到最后他每一天都提早半个小时来，我还是站在那边。对，那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是拍剧情片的话，我就是急着想要进入这个世界，我不想经过真实世界，我想直接一醒来就跳过去。我有时候还会想要睡在场景里面，但拍纪录片的时候就又不太一样。拍纪录片的时候我没有那个着急，我每一次都是那个还蛮那种自在的，就混到那个要去现场开始工作啦。然后老实说，这个讲起来有点恶心，而且就讲吧，就我们说，对，眼前发生一切，它当然是真的，但是摄影机在我手上，电影大神，请赐给我灵性，对，请赐给我，然后我决定，我现在要有灵光，我要知道怎么把这个真实去可以描述角色，可以描述空间，描述时间，我要变魔术。给我智慧。我每次拍纪录片到现场前，我在抽烟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件事，我都要跟老天爷讲，请给我灵感，因为当下发生没有办法安排，但是你有办法决定你要讲什么话，然后摄影机要怎么拍，然后你可以去让事情更怎么样，更讲策动也好，或者讲更深入也好。你可以让事情不是表面上这样，你要进去深觉，对，给我力量吧。所以那个每次进剧情片现场跟进纪录片现场的时候，我的心态是不一样。我进剧情片现场的时候，就是我多么渴望，我就不要在现实生活中，我就是活在台词里面，活在剧本里面。然后我讲话的一切都是为了台词跟剧本，为了这个空间，为了流动，为了怎么拍。我不要再讲多的现实生活中今天晚上吃什么啊，等下坐车多久会到啊，就不喜欢。然后拍纪录片的时候，不是，我每次叫进纪录片现场，不管是多少次都一样，我一直祈祷，当真实的一切发生在我眼前的时候，给我控制它的灵光，我要怎么控制，我要怎么拍下来的灵光。所以我有些时候有点分不清楚哪一个比较虚构，就是事实上应该是哪一个比较真实。对，就是因为对我来讲，是我只是想把眼前的时光拍下来。对，那至于眼前的时光拍下来，它最后的作用都是一样，就是在讲我关心的事情。所以我有些时候很多人会问我说，你到底是想要拍剧情片还是拍纪录片？我说我不知道啊，就是老天爷送给我一个关心的什么，我就会洋洋的嘛，就想说洋如果我是夜念半夜那边睡觉想那个人像或者说我就会想拍。但我问你一个问题哦，你觉得你是真实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吗？我老婆有时候会问我这个问题。什么？没有，我觉得我老婆还蛮喜欢我的。等一下，这是什么回答？原因是我老婆是个超级务实的，她有她的理想、她的梦想、她的人生规划。OK， 她很清楚。她是在广告圈，就是孜孜卷卷，然后从那个毕业第一年就开始工作，对，她觉得我的出现意味着她人生没有碰过这种人。
那我不晓得那是不是就说这个人活得不是很真实，是对他用一个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来回答我的问题。对，我刚刚会问那个问题，是因为我很久很久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它叫《未了情未了》。那他那个剧情我从来没看过，不是觉得很丢脸？没有，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片。里面的男主角他是一个剧场的导演，他的女朋友是剧场的演员。OK， 就是一个导演跟一个演员的爱情故事。Anyway， 它里面有一句台词，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们就是有很多情感上的纠葛，包含在工作上，因为他是导演嘛，所以他要导他。那有很多虚实面啊。你知道，在生活当中跟在这个舞台上面，后来最后 ending 在下的时候，最后那个导演就跟那个演员说：“你知道吗？最好的演员是懂得掩盖他自己的人生。” My God， 这句台词超级无敌震撼我的，因为那个已经是我在看有一个摄影师，他叫 Jeff Wall， 那他是一个高中的美术老师，所以他的摄影作品都是 say 好的，可是他摄影作品都是一个瞬间，say 好的瞬间 ，say 好的瞬间 ，say 好的瞬间，那个重点是 say 好的瞬间，他就处在一个虚虚实实之间，但他不会去告诉你说虚比较重要还是实比较重要，是。但我在看了这两个作品以后，我就开始去体会我生活中所有的虚跟实，那我就在想说，虚给我的悸动比较大，还是实啊？可是有很多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它其实是很 tricky 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动的东西都在那个实，可是驱使我们前进的都在那个虚。这很奇怪。所以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搞不清楚，说到现在目前为止，我搞不清楚。虚实对我来说，到底哪一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啊？如果现在要我用虚实的概念来讲，我当然要如果用比较简约的说法的话，拍纪录片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是直接整个生活进去了，所以它比较接近实嘛。对，理论上它比较接近实，对，因为你是抱着过生活的态度跟心情，所以你就没有太重的得失心，你也没有太重的非要怎样不可，你也没有太多的该如何，因为那就是实的世界。你对实的世界会有一种很基础的放松、相信、存在，然后我觉得那个触动都比较生活。但是你一旦进到假设拍剧情片，那个虚的那个时空的时候，那一切是被凝练出一个快速要被提炼出一种感知，然后一个冲突，一个放大，那个时候的自己其实也变成了虚的一部分。对。那你有没有觉得说，有很多时候会让我们感受到震撼的那个，是因为前提是有我以为原来应该是怎么样，那个以为，但是以为的跟你看到的不一样，所以你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震撼嘛？所以那个以为是虚的啊，但以为也是真的啊。但对我来说，如果我碰到这么实的东西的时候，那个以为就是虚的。我分享一个例子好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虚实的界限，有点奇妙。我在去年拍电影的时候，其中有一场戏，那场戏呢是在讲男主角他到了参加了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叫做自杀者遗族的聚会，有心理医师，然后在协助这些自杀者的遗族们怎么去面对生活啊，要怎么思考啊，要怎么想，怎么面对情绪啊的一个聚会。然后在前期我在找，因为要聚会就要有其他演员嘛，然后就audition了一些演员，这样怎么看都觉得就是有点奇异，怪怪的，就觉得照着台词这样子念，然后就这样子表达，我觉得怪怪的，然后就请 casting 说，
我想要找真的自杀这一组，很可怕啦，那个界限这时候已经跨过来了。那我说你都不用看台词，我就一个一个跟你们见面，然后沟通说我这部电影在拍什么，那场戏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啊，让他们知道。到了拍片现场那天，真实的就是男主角并不知道今天将发生什么事，所以他是抱着我来拍剧情片，今天脚本有这场戏，戏上面有台词的心情进到了现场。但当摄影机一开的时候，这些人吐露出来的故事都是我也没听过，但是我是很惊讶的。然后那个演员到那一刻的时候，他曾经有一度有点在迟疑，就是这个状况显然因为他是很有经验的演员，所以很快就知道哇，这是一个被设计下的一个拍摄方法。但是你很明显看到他的眼神从有一点点迟疑，试图还要抓住脚本上里面的那个他，然后到他已经进去了，他已经进去那个世界里面，所以他的表演就突然离开了脚本，就突然愤怒了起来。你们怎么可以讲那么清楚？你们在说故事吗？哇，那大侠也就不知所措，啪离开现场，这样我当然就拍下来嘛。但是那一场给我很大的震撼，应该是我早就以我拍纪录片的经验跟理解和我做功课的结果，我当然知道那即将讲出来的话并不会超出我的预期有多么遥远。但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体验摆放在一个表演的一个场域中的时候，真实的人物，我觉得那个男主角很辛苦，他同时面对剧本中的角色跟他此时此刻的他的面对，然后他很快的在那个讯息中找到了两者之间的连接，并且就做出反应。我那天的震撼其实并不是因为我听到了这些真实的伤感故事，而是这个演员在那一个当下，他做出了一个他假拟那个角色会做的判断，而那个是来自于被这些真实故事的启发，因为那个完全不是台词，你完全不是那一个剧本里面的设定，然后就赶快追出去啊，就问，他说我被吓到，干这样，刚还好我很快就非常非常专心。然后他觉得他有一个想法，他为什么这样，他甚至不理解他刚刚为什么会那样做反应。所以在某个程度上，他在那一个当口，他也从虚的地方跨到实的那边去，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难定义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那天对我来讲是一个在虚实都在交错的那个当下，甚至连摄影师都不知道我今天该用剧情片拍法还是要用纪录片拍法，因为突然之间你告诉我今天要双击，突然之间你告诉我今天需要那个扛久一点一切就进入了一种有一点点奇幻的一场戏，有一点奇幻。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我被电影大神保护的意思是什么？我今天不断的想要去碰触实的题材，实的人生，有些时候碰触之后，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不行，太冒犯真实人生的，换成虚构的来做。对，但实际上它就是在各式各样的方法，用电影形式策略，然后进行的准则来保护，让一些事情适用影像这个载体最后被呈现。对，我完完全全理解你在说什么。对，它完全是就用一个载体来保护所有血淋淋的东西。对，然后或者所有血淋淋的东西可以被另外一个状态保护好当事人。所以我的确有很多人问我说，到底要拍剧情片还是拍纪录片？我真心无法抉择。我只在乎我关心的事情到底是什么。然后那个东西我可不可以拍下来？怎么拍？我觉得你是善良的。我还不错吧。其实你会在这个虚实之间找那个平衡点。譬如说，就好像我在剪片好了，好像访谈这种东西不见得有什么好剪的，就是把中间空格剪一剪就可以出去。其实对我来说不是。No。因为其实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我们这样子3个人在谈话，有一些我都会觉得说，就留在今天晚上就可以了。Between us，太过于真实的东西，血淋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样好吗？
对，懂。那我都还是会有所保留。所以你们也是在拍纪录片的，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拍纪录片。然后我的 ending 其实会下在一个很 tricky 的地方。好，因为我们是实进入嘛，对，实的进入，但是我就会想说，那我就虚的出去。我们通常都通常大概就是这样，就是 ending 在一个很奇妙，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告诉你说它是一个访谈的节目，你还会去在乎它，你还会去想说它到底是真虚还是实嘛？那个如果我去想到那个最后的话，那大概就是人的问题嘛，对吧？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永远都是实的进去，所以我就会想要让它虚的出来啊。OK，让它还是有一个余地在。对我来说是这样，那我就每一次在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你知道我也处在一个虚实之间。对我来说，就是有需要这么真实吗 ？OK，有需要这么真实吗？或许在真实，你在踏入真实的那个线的时候，你会知道说我要往后退一步。那个是一种对于这个世间还有一个情分在。我懂，完全懂。对，然后我们常常会讲什么猎奇啊，或者有些时候持摄影机的时候，当摄影机在你手上的时候，它基本上它绝对是具攻击性的，它是个武器啊，它绝对是个武器。对，所以有些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你的往前一步还是往后退一步，那个刹那间的决定就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嘛？没错，就是这个。这我印象真的很深啊，就是那个摄影机是武器这个东西，然后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其实会再体现在某一些当下，发生的一件事。对，譬如说有一次我拍那对父子，拍了很久，拍了1年多了，我常去他家，跟他们都熟。有一天就是愤怒的事情在我眼前上演。我本来就在拍了，但是我并不知道会发生愤怒的事。我那时候就是心中起了0.001秒的挣扎，真的就挣扎。我那时候就心里突然0.001秒跑出说：“我是一个旁观者，我是一个旁观者。”这句话说起来没问题嘛？旁观者，把镜位调好，焦对好，开始拍。我是个旁观者，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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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我忍不住了，赶快去阻挡！不要！然后可怕的是什么？我当下的心理状态，我有把握，我真的有把握，我绝对有撑15到30秒，一定有撑15到20到30。因为我一直硬撑，而且我一直有一个人说我是旁观者，我不要去干扰事情发生，我是旁观者。事实上，到剪接台摆上去，我从躲在摄影机后面就焦对好，到我冲进去3秒20个。才3秒20个，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忍住，让我眼前有悲伤的或愤怒或糟糕的事发生。我那一刻，我那天在剪接台上看完之后，我觉得我没办法当战地记者，我没有办法当某些好的摄影师。因为你会去救人，我一定会去，就是我就是没办法，我不够厉害，我没办法。他流血，你一定没办法继续拍，你一定要去包扎一下。我一定要。就是我一定要把摄影机丢掉，干去死了。就是所以那些时刻都一直在反复着挑战，就是你在一个实的世界里面，你到底可以把它多故事性，多么充满那种强烈的冲击，有多少好素材拿到手。我认为有很多拍纪录片的伙伴都一辈子都在学习这件事。就是我是要拿好素材，具戏剧性的素材，对，然后具可以讲故事的素材，还是那些素材我宁可不拿，我用别的方法讲同样的命题。你到底是要说故事还是要说概念？那个都是抉择。对，我后来发现我那个抉择是越来越清楚，自从那一次的事之后，对，我就会发现我就是没办法。所以当我知道有故事性的镜头要发生的时候，我通常就会觉得那不是我在乎的，我一定要用别的方法来表现。对，所以我反而是最后常常面对到，就是有很多好镜头我剪不进去，所谓的好镜头。OK，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一个用剧情说故事的导演，还是用镜头说故事的导演？我是用镜头说故事的导演。OK， 对，我是用摄影眼来说故事的导演。可是当你有很多镜头你剪不进去的时候，怎么让别人看得懂？这个就是
蒙太奇的威力。这个时候蒙太奇都出现了，蒙太奇出来了。蒙太奇的威力真的是好，比如说我们最近正在剪一个我们也是拍了5年的一个老摄影师，你知道那种高大上的人物，你有些时候就一方面他真的已经高大上了嘛，另外一方面他真的有一种老成成熟跟对这个世界的了然，也不是他虚假的，但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很难产生什么样的故事性呢？很难产生什么样子的很丰沛的什么样的起伏跌宕啊，毕竟就可能会进入一种人生的回顾，加上此时当下将要发生的行为加总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我在剪接的历程中发现这样真的不行，所以我终究会觉得你要开始跟一些你熟悉的东西告别。所以有一天我就写了一封信跟他说，老师啊，我觉得啊，我这样子拍你已经拍2年了，对，但是我现在有个想法，我觉得你关心的事情我可能不能透过你观察你来关心，我必须要靠我自己去关心，所以要跟你暂时告别一段时间。你热爱大自然，那是你热爱；你喜欢拍大自然，那是你喜欢拍；你懂得看大自然，是你懂得，我不懂啊，我只是在看你啊。所以因此我没有办法在语境上面跟你有同等可以对话的地位。我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但是我有什么？我还是有对艺术的热爱，我有镜头，我有拿着摄影机，拿着镜头，身处在一个空间中，山上海边，我有拿着这摄影机，自然给我的感觉，这是会有。我是会感觉恐惧，我是会感觉孤独，我是会感觉惊奇等待，我是可以像猎人，我是可以去觉得很痛苦，我觉得我是可以感受这些的。所以我就开始蛮长一段的就是自己带着摄影机跑去山巅，住在车上的日子，到处跑，哇，这就是蒙太奇了，就是它促使我觉得我要产生另外一个行为，产生新的素材进到这个对话空间中，然后接着在对话一阵子之后，我开始觉得不行，我要讲的不是他的人生历程，我要讲的是他的探险的精神力。探险不是天生就，探险原本是原域，但是原域要怎么一直往下滚动，它是有历程的，但是要用什么去表达精神力做事要想，不行，影像是我唯一的武器。我要去拍石头，我要去拍石头的变化，从一个最原始的石头到一切怎么变化，变成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石头，变成了后面的状态，这样，所以片子就开始出现了3个素材开始对话了，一个是跟着他的人生，一个是石头的人生，一个是我自己上山下海的人生，然后觉得不行，还需要，就除了那种访谈之外，我需要更多的元素进来。那个元素是更贴切的用这一个老师曾经创作的文学，以解释我想要传递的那个探险的精神。开始文学素材进来，这样我试着用不同的象限来讲同一件事情，而希望这些象限组合起来之后，它是可以 work 是什么 work？ 不是说好看，而是观众在看的时候，他可以去同时在感觉是影像的构成，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原来跟老师讲这个有关，老师又念了一个这个东西那他现在遇到什么？所以他也是人，他货真价实变成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高大上的角色。对，所以这就对我来讲就是很有趣，就是你刚问我是用剧情来说，还是要镜头来说，我会认为镜头，你故事都是一个骨头，故事是有剧情片也是一样。比如像这次拍去年拍深度安静，我的剧情片名字就叫做深度安静。好，我希望它是好电影。对，然后骨头就是剧本，这还没上嘛，对不对？还没上，还在剪。骨头就是剧本，但是那个剧本一旦出现了，演员出现了，现场出现了，空间出现了，我跟美术沟通好拍那个整个质感，他最后告诉我要做皱纹，我要做皱纹这件事情，就岁月的皱纹这件事。好，出现在空间中，然后演员进去了，然后开始在讲台词，然后就开始你把那些演员当成真的人了，
我跟你讲，你告诉我一个故事，我也分享故事给你听哦。现在这个最接近，然后他开始就改台词因为角色一一的在从剧本里面变成了一个新的角色，不是完全抽离的，而是他有一个崭新的面貌状态，就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就开始想活在里面。所以对我来讲，一直不断的就是又回到电影大神。就是电影大神创造了太多你个创造元素的机缘可以下手，然后那个下手的一切就是为了要更接近我们是用艺术在传递讯息的一个人生。那艺术的那个威力是很丰满的，它并不是一个有规则的。对，所以我的任务是，如果电影大神眷顾我，就如同我每天祈祷说，请给我灵感，请给我灵光。他如果愿意眷顾，我就会让它用在所有的可能性里面，那个都不是设想的，全部都不是规划来的，就都是我好像差远了，对，但是没有，但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一直以来啊，你很关心的东西是什么？我最关心的就是老病死啊。老病死，我对老病死就是有无限的着迷啊。对于人本来就是不平等的，然后应该说源头应该是来自于家庭嘛。就是我从成长的历程中，我知道人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原生家庭，所以人本来的起步绝对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原生家庭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当这个社会要讲平等啊，要讲什么这种高概念的时候，我觉得常常会陷入一种个体和群体不同的危机。对，所以我就一直很关心，应该说家庭跟家庭衍生出跟这种人因为家庭的状态而产生他不同的人生。他只是我关注的时候常常是跟老病死有关。我很关心人类真实的处境，那些真实的处境都让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处境，那些事情我会很关心。那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人类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处境？是跟你自己自身经历有任何的关系？是，那是什么？因为我来自一个不太圆满的家庭，或者不太圆满是我不要去形容我的父母亲，但是我形容一种成长氛围好了，成长氛围就是我每天回到家里是安静的，没有声音，就只有煮菜的声音。那你每天都在祈祷不要有声音，因为一有声音绝对是很可怕的声音，吵架、打架，就是你知道那种拳头打到肉上面，那个声音是在小时候是很可怕的。就肉的声音嘛，然后如果是一声那就算，如果是连续的，你就可以分辨部位，然后或者说撞到什么东西倒到什么地方，那些声音基本上是已经建构一个视觉，然后和那个视觉的后果你是可以连起来。那个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你是会那个戏会一直在演的，你甚至会想到我现在在假装睡觉那刚刚被打的那个人他现在的状态他是演戏吧就那一切会连起来，又常常发生。对所以我应该说，我从很幼年的时候，我就的确对于一个不管叫做男性与女性之间阶级的差异，或者你无可选择你的原生家庭，因此你有注定不同的命运。这些事情是我很小的时候就相信。然后为什么我后来会关心老病死，但是当我花了很大的青少年以及青年的力气去逃离这一切，并且相信世界不只是这样，想尽办法要去做，说我终究得要回去照顾老的病的，以至于到死亡，就是不论你喜不喜欢。所以应该说我应该要重新回答你刚刚问题，我最关心什么？我最关心的就是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人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但你最关心的原因是因为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我相信人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对，但是我有一个观念是随着年纪一直在转变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整个徒劳无功的历程，你就是要去。
你就是要反复承受那个徒劳无功历程，因为那些历程对你来讲是有正面意义的。对我来讲，就是我当然知道我最后不会变成一个快乐的人，我当然不会，我当然不会变成个嗨咖，我也不会变成一个什么多么，我不会的，我一辈子都不会。但是在每一次我试着希望让自己透过什么什么让自己再强壮一点，试着再透过什么让事情在我觉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一点，我试着透过作品拍片觉得我和世界是靠近一点的，那个疏离感没那么远，我终究还是疏离的，只是在每一次的历程中我都觉得我疏离的距离拉近了一点，但是我敢把握到我挂的时候应该都还是觉得挺疏离的。你究竟是一个务实的人还是浪漫的人呢？我一定要选浪漫啊，对啊。一定要选什么是一定要？浪漫听起来好像这个男人比较那个赞啊，比较帅，比较帅一点。可是我刚听你讲的东西，我自己的感觉，你说你觉得人是徒劳无功，但其实你就是我某个程度上觉得你根本不相信这件事情，真的哦。我觉得就是因为不相信你才有动力去做这些东西啊，会不会？我不晓得，我不晓得，有可能，应该是就是某个程度，或者是换个角度更精确的来讲，是说某个程度上，因为你觉得你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就更不想要相信，但同时间你也很认命说，看这就是我的外灵星，但也很想要去证实说，其实不只是这样。会不会？我觉得会。比如说现在，因为我来自某一种原生家庭，对，因此我会完全投射反向的180度的另外一个我的新生家庭，然后我的父亲形象我也是180度的向往那边走，但是我当然知道我每天都在压抑呀，我每天在压抑感，就是我的模仿对象不是我现在这样，我每天都在压抑，我每天都在学啊。我非常不敢确定我的每一个作为，它是不是正在消弭徒劳无功的这一切的历程，我不敢确定。但是它会变成一个我很重要的主旋律，就是我可能为了避免徒劳无功，即使我可能觉得最后还是会但是我可能为了避免那样的事情，我应该说我非常喜欢我做的努力。我非常喜欢我为了避免徒劳无功而做的努力，即使我的确相信最后也有可能是徒劳无功。对，这时候我要绕回客人主人一下，完全是因为当我花这么大的整个团队，花这么大的篇幅跟力气，努力的要去讨论一件事情，叫做族群之间的平等。你说我真的做得到吗？我真的做得到吗？我真的经过这么多，太困难，而且我真的是100%的反省，不停的在弄自己整个历程。我只能说，我尽量避免一些我曾经犯过的恶习，我尽量戒掉。但是你说人可以就这样子平等，我永远都不相信这件事，我永远不相信这件事。对，应该是说你不相信那个结果是有机会达到的，但是我相信人可以去很努力的往一个自己想要的价值拼命追求，但是我没有把握，我没有敢相信那个真的会出现。那你相信这个努力是有价值的？我非常相信，失败都很有价值。就是努力到注定失败还要努力，这是很有价值，这是让我觉得很正面的，而且我的人生想象就是这样，你就是一直努力。然后注定失败，干你也努力，干就对了，对，干就对了。那即使你明明知道最后结果可能很多事情徒劳变，那就不会改变了。对，哇塞，喝一杯，再喝一下，哇塞！我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我要怎么形容？我知道怎么形容。那你先形容。他其实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这个形容我好像有想，或是你换一个角度，我是乐观的悲观主义，whatever， 就是前后的问题。没有，我要讲的东西是说，他这个人本身啊，就主体本身是一条虚线啊，可是他走在实线上。哇塞，这么抽象哦，哇塞！我的画面就长这样。哇塞，干你真的是画面思考的人。对，我真的是画面思考这种话我讲不出来。真的是不是？我有一种维度的感觉。我说真的，那维度是非常清楚。其实你如果从俯角来看的话，我是跟地平线是
是一致的。但你如果从侧面看，它是飘在，它是对啊，看是用什么角度去看。那你知道是什么东西让我没有飞走，然后跑出去？其实讲大白话，就是我的新生家庭、我的团队跟电影，就完全懂。就是因为有团队、有电影、有新生家庭，所以我就不会咻咻咻咻。我懂，我不会。对，我会说啊，看我现在虚虚了，没关系。纵观看起来，我还是在跟你们同个世界里面继续往前走。对，我是可以的，我很乐意这样。但我跟你讲，这创作者啊，居多，我觉得居多的创作者就是要创作出好的作品，必须要处在某一个黑洞里面。我要怎么之类的，我要怎么形容呢？我不是看每一个创作者，他都是虚线走在实线上的。有的时候是反过来的有的时候是反过来，有很多反过来，对，有蛮多是反过来的。你好会形容哦，是不是？对，我在看的都是那个，但那个感受，我真的我不知道我要怎么用具体的词汇去形容，但是我只能用画面去形容，因为我很多时候我在看作品的时候，譬如说看导演他这一次的作品跟上一次的作品，你一系列看下来，你就会知道说他到底是虚线长在实线上，或是实线长在虚线上，就是你知道他说故事的方式，他是用什么样的说故事的方式，他是用你知道镜头的语言，或是你知道镜头语言超级难，因为镜头语言是它跟人是更有一个距离的。对，那很多人其实是选择用剧情，他不是选择用镜头，对，因为跟人就是不接近。对，对，并且打扰个关键，因为每一次人家都问我说，为什么你拍这个剧情片是什么？我就后来我常常用一个很简化的说法，其实我很讨厌看故事，我喜欢看状态。对，我不喜欢看故事，我喜欢看状态，所以我觉得影像任务是那个状态呈现之后，观众开始拼凑这个状态给的讯息，他自己要搭一个故事出来，对，而不是拼命的人讲故事给我听，然后你说得好清楚。我不喜欢那种东西，对，我觉得状态才是要去 capture 的世界。其实是我们前一阵子在聊，因为我们之前有人帮我们剪片嘛，然后他剪完了片。那个看起来那个样子啊，跟他剪的就完全不一样。然后呢，我们就在讨论说，那个剪片的方式到底是代表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出身是不一样的，出身就是个性不一样。因为他是社会线的记者。OK， 那我不是啊。这连摄影机在现场的角色都有关。对啊，有的摄影师或者有的导演，我认为他是剪接思考，就是我现在已经有个东西在发生了。对，所以我已经开始在排列，对，我会功能性的去捕捉一些东西，以方便之后剪接。有的摄影师就是妈的，现在就是我紧盯着你的脸，我其他妈不想看。你剪不剪出来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不想让这个状态有遗失，或者我这时候移到画外，这时候画外音在跑，对，画外音在跑，对，就是这样子，紧张感出现了，不确定感出现了。对，我回去看的时候，再看着他另外一个动态，我觉得这就是差异，就是当你决定用艺术的创造是具有熟悉的工具性，那工具性格和没有，我有了这些工具之后，我会怎么做，我根本不知道，对，我就让那个不知道发生。我觉得这就是两个不同创作艺术的历程。那我是非常渴望，也期待，也拜托老天爷能够让我走到第二路上。那时候在聊说，比如这个镜头语言，第一人称跟第三人称有什么差别？我有时候是这个人在讲一件他自己自身的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就会怼在他脸上。可是呢，其实当我把镜头怼在他脸上的时候，我离他最远。Diane Abbas 就是有一个摄影师叫 Diane Abbas， 他有说过一句话，他说：“当你觉得你看的越多的时候，你知道的越少。”真的，我是完全相信这句。对，我完全相信。你知道我人生碰到的第一个那个摄影展，我觉得那个是影响很大，因为我那时候那个家庭状态然后那个念书有一天我就莫名其妙跑去国父纪念馆对面有一个叫大地艺廊，那时候展了一个叫做 Peter Waking 的一个摄影师，根本不知道我在看什么。
就他就把一大堆那种动物的尸体啊，把它缝成一个神性的造型，或者把人的尸体啊、动物的尸体啊缝成一种神性的一个结构，他创造了一个空间，创造了一个异世界。我从那时候就非常非常明白，就是想象力才是唯一的可相信的事情。对，就是你看的那些东西，他们没跟你说他在干嘛，那些东西你都不知道是什么，那有点奇怪，但是明明是恐怖的东西，但你看却感觉充满神性。你不知道你对那些眼神，那些死掉的尸体的那些动物的眼神的那个由衷的，你既不悲悯，你也不崇拜，你就有一种你被塑造出来一种，到底是悲悯呢，还是崇拜呢？是觉得神秘呢，还是觉得恐惧呢？现在是在一个异次元，还是它是一个真实人生的反射呢？没有给你答案，没有答案。但在你想象这一切的时候，艺术就诞生，你根本不用去看说明，你就觉得啊，我享受。我认为艺术最迷人的，摄影最迷人，就是你的想象力足以去弥补一个和你有关的坐标。哇塞！哇塞，这真的太美了，我天哪！哇塞！我靠！我问你一个很 personal 的问题：你年轻的时候有很担心你未来结婚或者是有小孩以后，你会没有办法担任好一个爸爸的角色吗？哦，干，这个根本就是我从来不想要一个家庭。家庭对我来讲是可怕的就是会让你恐惧的，是会让你没有安全感的。你在学校比较安全感，你回到家是紧张的。所以我早就打定主意，我就是不要家庭，因为我没有把握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先生或什么样的父亲，称职的先生，称职的父亲，完全不知道。只有要扭成180度，那就要表演嘛，因为你没有那样的学习经验，你就要开始表演。一开始表演比较不好，还是会觉得哦，身为父亲，我应该要，就有父亲应该有的，该责备要责备，该讲要讲。你走过的路比他们多，你不能让他们走冤枉路，你不能让他们就是重复错误的经验。你该讲就要讲，要拿出该威严时还是要威严。然后其他时候你可以很柔软啊，扮演一个很好的朋友啊。经过这10几年，我觉得当朋友啊，光当朋友这件事，我觉得都有点奢求。女生到了青春期，爸爸是有不是女生嘛，又不会变闺蜜，很难。对啊，那你要扮演那种哈哈哈那种很温柔的角色，也不是你的本性，你也做得不够扎实，所以我后来才定义了家庭这2个字。那个家庭听起来就是好像是开玩笑，但实际上就是我觉得我唯一有把握能做到，就是我生而为人，你们也是人，年纪不同，但你们都是人，年纪不同，角色不同，性别不同，我唯一能做就是干，我就是支持你们到底啊。你想要去做什么？我提供一些意见，但是我这个意见就是仅止于此。但是中心目标就是停。你今天不想上学，你想自学，停。你今天想要去学什么？就算我明明知道你学什么，可能都3分钟热度，停啊！你今天想要去开什么店，然后做什么事情，可能跟你的熟悉的领域不太一样，没关系，我给意见，我给想法，但是中心目标就是嘴巴在很冷静的、理性的回答我的想法呀，我认为呀，其实我觉得怎么样，心中都有一个字叫做停。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的人生活到现在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还是它其实是个广告？好，我现在回到人生嘛，超剧情片的，超剧情片吗？怎么说？因为我觉得我都是有设定一场又一场我的角色目标，然后那角色目标都是寻找来的，但是一旦角色目标定了之后，我通常会执行非常久。我可以执行10年、15年、20年，然后到下一个启发出来的时候，我会再继续进行我的角色目标。因为如果照我原本的，如果用纪录片的世界的话，我的本质，我认为我是很自然会离群所居，然后做着艺术创作，然后又过着很简单生活，就当一个孤独老人，我觉得超幸福。这听起来很鸡掰的人，对，超幸福的。我就会想要做孤独鬼，对，严肃鬼，然后细节鬼，然后我就是想要当那种孤独，不要去
不用去讨好任何人。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哦，你觉得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是最好的演员、编剧还是导演？我觉得我演的还不错。我是完全这个超好笑，这个超好笑。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因为我为什么没有办法是一个好的人生的导演，是因为我自己都控制不了。我完全就是我真的就是球来就打，兵来将挡。我所有的东西，我常常有个座右铭，就是一旦一个事情来的时候，我的反应就是说谢谢就好了，说谢谢就好了，谢谢了，谢谢来了，谢谢。不管今天是突然之间你在停车啊，后面半把被后面车撞到啊，想说干，我等一下要去拍。OK， 下来时间我会先深呼吸，说谢谢，说谢谢。发现这件事一定其来有自，他在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因为我的人生是我无法控制的，所以我绝对导不了我的人生。写剧本呢，我从来没有设定，我剧本早就在10几岁前就写得一清二楚了。但是事实证明，没有一件事会照我编剧的概念下进。包含婚姻，包含孩子，包含所有工作室的团队，包含我在拍原本学剧情片要拍纪录片，到拍纪录片我现在上瘾了，然后或者说我去很理性的拍一些东西，完全都不是我原本剧本写的。但是我是一个好演员，就是来了，我可以该演的，You man，那里面有导的成分在里面吗？没有。我每一次到了现场，进现场前，我在这跟那个电影大神呼唤的时候，我其实都有带着某种人设进去。所以你其实是你真的人生最好的演员欸。所以你那个人设下去，其实那是会变动。比如说我碰到手无寸铁，然后充满惶惶不安的演员的时候，剧情演员的时候，我会进入一种心理师的状态，然后娓娓的去分享某一个东西，脑中另外一个运转是，所以在导演方法上面，现在我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提炼出来用的，对，就是同时多工运作。但是比如说我今天碰到是一个纪录片现场，哇，那现场啪风光啊、混乱啊、充满激情的时候，我也想说，我要退到一个什么样的距离？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观望这个？我绝对不是他们的意愿，或者我一定就是要他们的意愿，就是我其实是有意识的在处理我的身体。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哦，是哪一个距离是你觉得最舒适的距离？我举例来说，譬如说有一阵子，我觉得因为我在玩相机，然后因为我当时用的是尼康 D300，所以我就觉得说，对我来说最好的镜头是80mm。那个对我来讲85或者85，哇，80mm对我来讲是最好的距离。我不知道，因为我那台是玩那台相机，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在拍摄，我在面对人最好的距离。哇，所以这真的是很特别，很不一样。对，那我很希望你可以去形容，就是说你觉得最好的距离。我根本不用形容，这就是我终身目前呢，没有到终身。目前为止，我完全奉行的摄影机距离就是35毫米定焦，35定焦，15定焦哦，对，这么近，哇，这么近，就是我衷心的热爱和人保持一种，就这么近，对，然后而且35很近很近对，就大概就这么近，然后就这样。对啊，就是我终身相信，我不想要有一点点，我应该说，我有点喜欢找自己麻烦，麻烦会让我的确是有一种我存在在这个当下的感觉，就是当那么近的时候，被摄者会感觉到威胁，感觉到不自在，因此我必须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表达我是谁。我为什么想要靠近你然后我真心想要靠近你就是那一个距离感迫使我必须要去扮演，对，我用扮演，因为我原本并不是一个喜欢讲话的人，我必须要去扮演一个我诚心诚意的想要接近你的人生。我为什么诚心诚意接近你的人生？是因为你的人生能够启发我的人生，我在乎这件事情，哪怕今天是理性题材、感性题材、老病死题材，不管什么题材，你的生命所呈现的一切，我在乎。我在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想要猎取什么东西，我不是要打猎，我是因为
我靠近这样的生命体，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我有活着的感觉，我有紧张感。但即便35会变形，我觉得即便35会变形，但是我喜欢它和人之间的距离感。那个距离感我是无可取代的，就是会相信，就是我被迫要跟这个人交谈，我一定要跟他交谈，我一定要跟他产生某一种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沟通。对，这个对我拍纪录片影响很大，就是我常常会觉得，我有一个习惯，我摄影机永远都是用35的概念思考，总是这样的。一开始，那当然之后随着拍摄啊，会有各式情状的变动，但是本质上都是35毫米靠近一个人。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很早开始就永远不会摆到人的眼睛的位置，我永远都会在低一点，下巴的位置往上看。OK，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所有跟我合作的伙伴都知道，就是一旦你的摄影机不是这样的距离感的时候，我就会怪的，我就会出现一种怪怪的。所以我有几个合作的摄影师，他们都非常棒，他们既敏感又贴心，然后又非常的愿意去讨论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他们慢慢发现，如果我不那样子我拍剧情片也是一样，我如果不这样子靠近这个眼前发生的状态，或者就算拿35毫米推到比较远看，我如果不用那个状态看的话，我会浑身不自在。对，因为那个比较接近我去看待这个世界的范围的样貌。懂。像我觉得讨论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的观点会是比较接近50毫米的状态，就是对我来说是有点像旁观者的角度，稍微冷静一点。不是太远，那也不是太近，但是就在那儿。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它没有非常远，但它也没有非常近。我懂，你知道吗？我上次去拍一个东西去土耳其，那次是我人生很后悔的4天，就是我居然为了，因为我不知道那个3个状态会同时发生，会出现什么状态，因此我选择一个立变的 zoom lens。对，就是可以20到70变焦的，24、70。哇，那4天我真的是我好痛苦，就是我居然是用这样的东西，这样子的概念在选择拍摄的 size， 在 zoom 吗？而不是用这样，不是用退的定焦，这样人在退。我突然有一种安全感，那个安全感让我很焦躁。安全感让你很焦躁，让我很焦躁。Oh my god！ 安全感让你很焦躁，太重要，所以要重复3遍的。我每一次最焦躁的是什么？如果那一天我进现场前，不管是拍广告、拍纪录片、拍剧情片都一样，我们每一次在进现场前，当然会有一种设想已经想了2天了，是这样拍那样拍，这样问那样问，这样聊那样聊，都想好了吧？好，进现场，兴奋的给大神给我灵感，好，进现场。如果那天拍着就跟我想的差不多，我会超焦虑。因为他虚线了，突然给他实现，他不开心。忽然间都跟我想的一样啊！先出问题了，就是意味着什么？如果都跟我想的一样，代表我一定漏失了什么？因为现场绝对比我想的要精彩万千，应该要更复杂。我今天坐在这边之前，我当然有种想象。那现在显然说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时候，我就觉得对，那个就是人生正常的状态。如果跟我想的一样，拍的一样，那请问现场的空气、现场的光、现场的空间、演员的人味、演员的语气、演员的走位、摄影机的运动，加总起来究竟意味什么？代表什么都没发生或者就跟我想的一样，不是？对啊，如果所有东西都跟我想的一样，那我到底活着干嘛？那是代表我现在我是来完成一个那种想象的实践。那妈，那我存在的意义，那我存在意义是什么？没有意义啊。我完全懂他的心情。懂这个我懂。我完全懂。那我存在就是把我想要的把它执行。我懂。那好无聊，听起来好无聊。其实我拍广告的时候，客户会吓一跳。比如说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拍一个电信公司的广告，然后是3个女生在讲话，你知道广告吗？很兴奋讲这句，他讲那句，接着他讲那句，一起在做一件事嘛。对。我那天就想说，真的要这样拍啊？应该我会无聊到受不了吧？我想不行，我就跑去跟那3个演员，你知道广告演员就是广告演员，他们本来也就是说我台词是讲这样。我说你觉得你这样看着脚本之后，我们来设定一下你们3个的个性好不好？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是来讲台词就好。对，
说没有，你就是那个朋友里面的最怎么样的人，你是朋友们最重要的。因此他这个时候你应该会讲话，你觉得呢？你们身为女性，你们觉得你会讲话吗？你不会讲话吗？我就弄了老半天，那我就开始拍，我说啊，但是我们不要直接讲这些，我们前面再聊一个故事，聊给你们去 KTV 唱歌的是一个过生日的故事，然后接着再绕到这边来，所以我就开始拍了嘛。我就跟摄影师说啊，反正等一下就拍，专心拍他就对了，也不要拍全景，专心拍他。然后那个客户就在后面剪片嘛，他就开始拍，他就聊起 KTV 过生日的故事，然后就拍，后来他就讲到台词嘛，然后这时候拍侧面，跟那个原本画的都不一样。过了大概半个钟头，客户就那个代理商的那个制片去问 production 的监制，监制就怯生生跑我旁边啊，导演，请问现在在拍哪一颗？那当然他不知道你。然后我的回答是我已经拍了，不是那个，我说我会拍，画好的我都会拍，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容忍自己自拍执行。来，我们现在先拍第一颗，来架好，来，除非是时间非常赶的大明星，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否则我一定会希望那个现场有一些什么我不知道东西在，我一定会希望的。对啊，那我这次拍剧情片，我超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没有办法坐在 monitor 前面，一个导演啊，坐在导演椅上看 monitor。我从很久以前我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因为我不知道我要怎么人在一个现场，然后看着一个 friend， 然后说哦，等一下怎么调，我要过日子啊，所以我永远就是站在演员旁边。好，我看一下摄影机的 size， 现在要什么？懂。我就看，然后当他们这样一做完之后，我就可以马上进去做反应。我跟你们是同步的，我跟你们是一起的，我喜欢这个感觉。后来就常常会有制片会说，导演我们今天要发 monitor 吗？我说不用，还是发一下比较保险吧。我不用，就是常常会进入这种，连 monitor 都没有的。我事实上是喜欢，因为我相信这个摄影师。然后我稍微看一下赛事，我大概知道。但是我更希望的是，就如同拍纪录片一样，我就是和现场的一切是完全同步的。我们没有什么看，来，我们来休息一下，来讨论一下，然后我们来换一下，调一下那个，来，我们再来。没有，现在就是事情在发生，生活在过，角色在发生，出现，没出现啊。所以我分享一个故事给你听，我们让事情发生。对，我喜欢。巴拉嘣，就是这样。那种事情，有机的 A 连 B，B 连 C，C 连 D， 就巴拉，就算最后做错了判断，做了错误的判断，不 OK 的说了 OK， 但是当下如果你觉得 OK， 那就发生了嘛。你有没有听到他的语助词？巴拉，完全跟我一样，他也是常常讲了叫巴拉，那个什么巴拉，我说你到底是讲了什么东西啊？超好笑的那个画面 OK。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现在要拍一部片，我们不是纪录片，然后它也不是广告片，没有它，我就设定它是剧情片，你会用什么镜头拍？是你的人生故事。我的人生故事有什么好拍的？有，因为听起来你的人生故事其实它是有一个经历的。我们假设，如果是你要拍你自己的人生故事，你依然35，一定是200迈，一定是200，这么远200，然后加上加倍镜400，是拍越野的，越远越好，越远越好。然后你就观望有一个人在那边晃荡，然后扮演。然后又生活，再透过很远的窗户看到他在里面，其实在苦恼，外面讲话是一个德性，进到自己的房间是另外一个。然后他走在路上，他上了车，他开着车，然后他其实开车的时候自己会唱歌，会这样，但是回到家，远远的从对面的大楼看过去，嘿，他有一种综艺感，然后他有一种态度。然后他有些时候又很温暖的，然后在一个餐桌下面，然后语重心长的在仔细的分析的事情。每天早上又从厕所刷牙的时候，脸孔又变了，过了长廊，走到那个厨房的那个 IKEA 的小座位坐下来啊，今天要干嘛呢？喝杯咖啡啊？你们家吹外吗？远观着一个人这样子，我觉得200、400、800可能都是不错的一个看法。
哇塞，这么远，完全是一个画面思考的人哎。拍动有就是要用一种拍生物的那种态度，拍一个生物。我觉得他的你知道哦，客人主人你就这么近。啊，客人出来那哇塞，对不对？你拍纪录片都这么近，但其实我觉得，我话说回来了，我说客人主人这一部片的 title 我真取得好。其实我刚开始收到这封 email 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就是字面上的客人主人你懂那个意思吗？知道？对，会是客人主人。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不是。OK，Anyway，其实我原来可能也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我看完纪录片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今天看完之后，我就跟他讲说，哇，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寻找自己身份的认同。是啊，对，真的，好难哦！我看完之后的感想就是太难了，因为他到最后就在讲资本主义社会下，大家都想要让自己过得更好，然后去争夺很多东西，自我认同，然后它似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就像你讲的那个，就是它很有可能你努力都是徒劳的，然后大家在争夺那些东西，那好像也不是谁的错，也不是谁的问题。我觉得没有任何人犯的错，对，真的，每一个人都是在他遭逢的人生命运里面，他有些不能决定嘛。出生就是这样的人，对，我就出生在这个空间，在这个时空背景下，对，我就出生了，因此我被迫不得不的，我可能我天生就是个尴尬的人啊。对，我天生就活得尴尬，或者我天生就是活得很优越。对，我天生就是我是人数最少的我一直被欺压，我被赶到山上，没有人是他选择的。对，真的选择不了。每一个人其实就是在最基本的求生存的态度下，他就想尽办法想让自己过得更像样的人生，是，然后能够有一天能够试着看什么方法可以跟阶级比较高的族群比较多人数的可以平起平坐，因此而可以有一种比较被尊重的感觉。那如果不能的话，想办法呀，想办法之后会牺牲东西，也会得到成就东西，谁知道呢？就是永远我们都同时是这种双重身份嘛。我们可能永远都觉得我可以主宰一切。怎么可能？你最好可以主宰这一切。我觉得他当然客人主人，我现在当然要严肃一点讲，严肃的原因非常简单，我还是回到拍纪录片，我非常非常在乎人的处境，这是我人的处境，我非常在乎人的处境，但我从来没有把单位拉这么大。我通常的单位都是一个家庭，最多是一个特定族群，比如说一种职业的族群，或者一个学校的校队或者一个什么，我通常不会离开太大的范围。但是这一次处理就是大范围的，然后那时候为什么要处理，还是来自人。我真的必须诚实说，就是我并不是一个好读历史，我也并不是一个多么的认真在追求要把一些历史正本清源的，我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一样是来自于对人的关心啦，我可以大言不惭的说，我真的确信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同学，毕业典礼回来，我们这边拍照的，他说哥，有空来我家玩呢。我说好啊。然后你家住哪边啊？我家住苗栗。好啊。但我那边很多人都不会讲闽南话。我说是哦，什么意思？我是客家人。那时候我就觉得怪怪，就是怪怪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客家人，那怎么了吗？为什么你要确生跟我说你不会讲闽南语？你是客家人本来就不会讲闽南语，不是吗？没有。对，我以为那个时候高中时，对，然后有些时候也会听到他偶尔讲闽南语嘛，这个那时候让我记忆蛮深的。你知道这次我们访问还有居然莫名其妙就访问到一个学者，居然是他的什么教工什么的。Oh my god！ 对，就是人生真的很巧妙。然后后来他就开始跟我联络我教工今天说什么什么时候遇到一个导演叫陈和尚，然后说是你吗？是我高中同学吗？是啊，就是我。对，然后后来还有包含什么当兵的时候，我记得就去参加矮灵祭。老实说那时候哪有对什么矮灵祭多么的那种神圣的崇敬，没有，就是去拍照，拿着 FM2 觉得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画面呢？对，懂，喝酒。那整个晚上我就看我那个朋友当兵的同袍，另外一位心情不太好，他说你们在那边很快乐很什么，其实我们客家人心里面蛮难受的，就我们跟原住民族是很
伤感的啊，什么意思啊？他就大致讲一下，但你不会放心上嘛，就过。还有很多啦，还有很多，就是包含什么还我母语运动的时候，我刚好就在忠孝东路的街头。那时候其实我就搞不清楚这个到底是还我什么母语。我当然知道母语是什么意思，但是为什么是客家人在发起的？然后为什么会有举着很多国父的那个牌子戴口罩？我是真心不懂。我那时候其实在那一个年代，我认为是党外运动接续着后来的街头运动的狂飙年代。所以老实讲，社会运动蛮多的，很多元，公运、民运很多，非常多元的。只是那一次的那个气氛，就是我不太熟悉的气氛，然后我也并不是真的懂那个诉求是什么。对，我当然知道，就是还我母语，就是啊，我们都不要被国语政策影响，我们要有那个，但是又不是那么的激昂，我说不出那个气氛。那个气氛和其他街头运动又不太一样，然后一直到很晚，我现在在讲的是我在 Facebook 上写的，我很晚才发现，有客家创作歌手，我是非常喜欢听台湾音乐，我也喜欢听那个国外的音乐，但我是很喜欢听摇滚乐团。那时候听到关子坑音乐团，那时候第一次听到，想说，干这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但是又觉得很好听，然后后来变交工啊，李生祥。对，我才慢慢 CD 柜上面出现的那种客家的音乐，这都是过往。这中间我从来没有关心过什么客家、闽南啊、外省啊、什么原住民，我没有，我有一直去参与原住民的世界，因为拍纪录片啊，我有去参与那闽南的世界，因为拍赛歌，我因为怎么样，我和各样各式的族群打交道，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要去处理一个客家的历史。但是动力就是这样，就是这些莫名的，你会觉得这些人为什么要活得那么谨谨慎慎，不刻意表露身份，然后明明你们的族群人数蛮多的，但平常又不能讲客家话。这个事情是让我老实讲，是在我那么不会处理历史题材、没有经验情况下，那种心理的动念。那时候我想很多，然后后来那时候我其实想到库德族人，就我觉得世界上应该有很多的族群，他可能是因为相对来讲就是一个又不是最少数的边缘，又不是一个最主流的多数，因此他被迫处在一个蛮尴尬的处境。我不晓得，我总是觉得人生最美的，或者人生最困难的，或者电影在拍的永远就是尴尬，尴尬就是人生最重要的母题啊。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母题就是尴尬，就是你为什么会尴尬，所以你得要解决，你要如何不尴尬啊？又尴尬了，一定就是人之所以有爱有恨有什么一大累积出来的东西就是尴尬。你知道我每次在看纪录片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触。纪录片的导演 always 都是这一部纪录片的客人啊，然后纪录片的主角都是这一部片的主人。我比较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念电影是你自己选的吗？100% 是吗？我可以很大方很骄傲的说我这个人抉择。OK， 在你的生命历程里面 in the end 你走到现在，当然不是你就等一下就死了，也不是，就是还会拍蛮久的。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活到现在，你觉得你是你命运的主人还是客人？我当然不是啊。你不是你命运的主人。我人生只有2次，我觉得我是我命运的主人。OK， 我认为我有明确的2次，我决定了我的命运，其他时候我都是客人。对，2次决定命运，就是重大的对人生的转折做了一个确切的、完全冒险的、不负责任的、不知未来的一个下决定。你不用去考虑东考虑西，你就只考虑自己。我人生只做了2次，目前为止活到50岁就这么2次。那2次是什么？一，带着身上的400块离开我的原生家庭，在外流浪，睡在地下道，开始我的流浪人生。那次是一个凶狠的决定。当然那个离家前我有写非常非常说明原委的一封信吧，但是那次的决定是在一个那个怯懦害怕，然后完全没有信心，对这个世界并不抱怀希望，只是被压垮的一个少年。哇，觉得我在
不离开这个处境，我应该会走向绝路的那个当下，做了一个完全任性，没有花超过1个夜晚的思考，说走就走的决定。当天晚上我就睡在地下道，对，那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只知道我要离开，我得要离开，否则我撑不下去了，撑不下去。那是我人生一次非常非常大的决定。我到现在当然回头看，我非常庆幸，也谢谢老天爷给我那个时候的勇气，做了这件事情。那是一个大决定。第二个重大的决定其实就是学电影。我觉得就是绝对不是我热爱上电影，而是电影爱上我。我的意思说什么？我大可以去爱上音乐，爱上什么，爱上文学，爱上什么，爱上很多我原本擅长熟悉的绘画什么什么什么，但在不经意的世界上，电影突然就展露在我面前。我是无意间认识电影的，我从小到大是不能看电影的孩子，我是不可以读文学的一个孩子，我只可以读教科书的孩子。我没有任何电影素养、电影背景，任何电影的什么喜好，那个和乐融融的回忆都没有。我是无意间为了看乐团的吉他手怎么表演，然后再看那个 LD 的光碟，看完了，旁边出现了一个欧洲艺术电影区的 LD， 是叫 LD 吧，大片的那个。第一部放进去的电影叫做《厨师大盗：他的太太与他的情人们》，彼得·格林纳维。我知道，对不对？很经典的片。进去看 MTV， 我完全不知道在看什么。对，我看完也是这个感觉。那年轻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我在看什么。对，闭上眼睛，晚上回去睡觉，干我到底看了什么？奇怪，一幕一幕的画面这样冲过来。我觉得是电影爱上我，就是他在 calling 我，嘿嘿，不要睡觉。对，还有我。第二天再去看一遍，第三再去看，好像越来越觉得有点什么在发生，好像喜欢上。然后因此我觉得我刚刚讲电影可以保护我，就是我那时候看了很多电影，我觉得哇，原来电影里面可以讲述你关心的，或者你失去的，或者你欠缺的，电影可以变成一个真实的世界。电影它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可以去创造一个真实的世界，即使它是虚构，那个世界它存在，然后我想要活在那个世界里面，我不想出来了，对啊。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感触，我们家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家庭。我记得我纽约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台视跟华视工作，然后反正 anyway 我就认识了一些朋友。那有一个导演跟我特别好，我不太会去让其他人知道说我们家真实的状况，但是我也不会去隐瞒。那个导演跟我特别好，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家的状况。有一次他用开玩笑的方式跟我讲了一句话，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有一个结是没办法打开的。他就跟我说，他说干，你们家真的是太屌了。我什么意思？他说你想哦，你去这个人的家里面，你攀到客厅，是看到一群兄弟在执行这个帮派的家法，攀到这个女人的房间，她在看艺术片。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画面非常的冲突？你知道那个画面一下子让我开了，那个开了我也很难说那个开了的心情是什么。我突然从实线里面长到虚线去了。OK， 不是我不再是在实线里面了。OK， 就如果我们回到虚实之间，因为我刚刚在陈述的那个画面是实的，可是他陈述完这个画面之后，我突然长到虚里面去了。可是长到虚里面去之后，我突然放开好多，我突然放下了许多，我没有办法形容当下的心情，但是我只能说，我刚刚一直在跟你开启一个虚实的一个话题，就好像我们到底是我人生的主人还是客人？其实是的，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是我这一辈子这个人生历程里面，我是客人，到最后我才发现一件事，我不是，我其实是主人。那是你所相信的。应该是说我 in the end。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不知道我后来会不会变，但是我到现在我觉得我是主人，因为所有的决定，我所有人生做的所有的决定，可能我做的决定并不多，可能就只是那个关键性的时刻，可是我都是那个主人。那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那个，你知道，就是我是到慢慢的觉得我当
客人，其实我是非常愉快的。这可能跟骗子讲的不尽相同，因为骗子毕竟讲的是族群的一个大历史。对对。但实际上，在哲学，如果跳到哲学概念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在老天爷，如果老天爷对世界是有好的，我认为我是被老天爷眷顾的一个人。原因是因为他派了非常多的人，用了非常多的手段来保护我不致飘走。那些手段包含了电影，包含了家人，包含了工作团队。所以在电影面前，在家人面前，在团队面前，我其实是非常由衷的、诚实的，乐意当一个被支配的人。我非常乐意被支配，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同时像是服务他们，也像是被他们服务。我像是可以参与他们，他们也可以参与我；我像是可以保护他们，他们也可以保护我。我是真心的觉得，我是透过这一些历程开始觉得和世界有比较确定的连结。对，然后那个态度就是我不主张，我配合。我不声张，我配合。我是一个讨好型人格，我面对我的团队，我的家人，面对电影，我非常乐意当个讨好型人格。不是因为我好可怜，我当讨好型人格不是，我乐意，因为我太爱他们了，我太爱电影，我太爱我的团队，我太爱我的家人，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当客人是一个我最舒服的位置，我愿意被支配。就有点像你们今天都是把我要去做什么去做什么去做什么，但是我说好啊，我很开心。所以我在某个程度上我会觉得即使在这些层面上我像是客人，其实我是愉快的。所以其实你是主人，还是我其实是主人？对啊，有可能。那我问一个问题，有可能。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不停的追索跟叩问，不管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不停的追索跟叩问？我有，我觉得拍纪录片的人或者拍剧情片都一样，创作的人。那你不停的追索跟叩问的问题是什么？我不停在追索跟叩问的问题，应该至今仍然是我究竟是谁吧？对啊，我究竟是谁？再讲具体一点，应该说，我绝对相信老天爷，出现了一个我。对啊，老天爷不管用什么方法，随便弄出一个我，他绝对是有任务的，就是他一定是有任务给我，但是那个任务他没有告诉你，你得要花一辈子去搞清楚那个任务是什么。所以老天爷究竟给了我什么任务？而我有没有忠于这个任务，并且把这个任务得到一个在闭上眼之前，我知道了，我还蛮向往那个场景，就是当我在人生很后面的某个时刻，然后我突然理解了原来你老天爷派给我任务，搞了一辈子是这个，然后我赶快讲给那种现在听得到的人写下来。我有一种想法，所以我常常说，我就会说谢谢，说谢谢就好了。的意思就是说，我绝对是被眷顾的嘛，不管你的人生多奇怪、悲惨或者随便，管你什么奇怪的人生，老天爷没有在老天爷不会不眷顾任何一个人，他绝对是给你任务来着。所以你的任务就是你活了老半辈子，然后觉得原来生命的任务是这个啦。好啦，谢谢了，先我搞一辈子，他觉得靠腰废工，骂一个靠腰，然后说干废工，感谢你。对啊，值了。真的，我现在常常就会把说谢谢就好，说谢谢就好，就是常常发生很多事嘛。现在网络上常常对蹦出很多事，我常常都会问我的工作伙伴，或者问我自己：当你如果用我谢谢，就是谢谢啦，谢谢就好的态度和我是谁，这样想对这样，你如果用不同的态度去看待一个同样的讯息，你会怎么想？我会发现那其中有巨大的差别。对，说谢谢就好的时候，就是
即使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人生遭逢，即使是非常非常不可预期如车祸般的失控人生，即使是你千不愿百不愿，但就是发生在你的悲剧，说是谢谢就好的时候，它依然会产生正面的力量。但是如果是抱着愤怒的状态，它就是一直负向下去，负向到你觉得人生对你不公平，老天爷对你要非常差。其实那个就是无助于任何你可以活下去更强动力。但是更困难的其实是说谢谢，说谢谢就好，那是更困难的。然后我一直在练习这件事，我觉得很难，但是我觉得它有改善我的愤怒，它有改善我的不平静，它有改善我的忧郁症状，它有改善我的躁郁症状。对，所以我现在常常遭逢任何东西就是说谢谢就好，因为老天爷是在告诉你事情的，你要不要听？你要想一下。对，我在练习啦。对，我在喝酒，哇塞！到底听了什么？哇塞！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还是懦弱的人？你自我评估，不要管别人的，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我是一个很懦弱的人，就是我很害怕冲突，然后我也不希望有任何冲突，我不会处理冲突。每次处理冲突的方法，我就是姿态放非常低，然后试图用非常柔软的方式来处理任何能够消弭冲突的事情。然后我是一个变色龙，我可以为了要降低冲突而去做所有费工可能不见得得到答案的努力，站在害怕冲突的立场，站在我不认同冲突是一个我喜欢的人生元素的立场下，我当然是个懦弱的人。但你说我是不是勇敢的人？我认为有电影保护我的世界里面，我是勇敢的。只要在电影保护的那个世界里面，我是不怕犯错，而且我会觉得，因为受保护，我觉得人只要受到保护，不管你觉得那个保护你是什么，可能有的人是宗教信仰，有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信念，人只要一旦受到保护嘛，他就自由了嘛。对，我只要在保护下，我可以真实的做我自己，他就自由了。就我来讲，大概就是在电影的世界里面，在现场，我觉得我是被保护的，我是被眷顾的，我是自由的。但除此之外，在拍片现场之外的人生，我觉得我是害怕冲突的，我是害怕一种不悦的气氛的，我是讨好的，我是想要很平衡的。我并没有我并不喜欢选一个边，选一个态度，因为我觉得人很复杂，人很困难，人下任何决定都很困难，人的处境跟遭逢永远都是很困难。我觉得我很想要体贴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可能是一个懦弱的人，但是我也有勇敢部分，但是比较准确，我对自己形容，我认为我是一个体贴的人。两个问题，你觉得你父亲是体贴的人吗？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像你爸爸？我完全可以非常诚实的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就可以大坦白的讲，我之所以你知道吗？拍电影这个行当，老实说，它是一个大的经济流动，它是一个人情世故流动，它是一个系统流动，种种，它会有一个机缘巧合下有一个适当的事情会发生。我之所以常常没有办法完全专心，第一个，不管怎么样，我并不是一个可以坐在咖啡厅写剧本的人，我从来都不是，因为我就是一个要去靠自己，一切靠自己的人嘛。然后第二个，我有非常非常多的愤怨，那个愤怨来自于原生家庭的愤怨。我曾经觉得逃避就好，但后来我觉得不行。我人生不管做再多的创作，哪怕叫做回避了多少这件事情，我终究得要面对这个最原始的，就如同拎上包包，口袋只有400块，走出家门。创作的人终究得要去质问
你最源头的，你之所以成为你的那个源头，你终究要去做这件事情。我爸爸，我在 99.9% 的时候，这一辈子我都是认为他根本不知道体贴是什么意思，他根本不知道，他完全就是控制狂，他希望一切就安得在他的想象之中，一旦不如他想象，就是愤怒、发狂、撕裂，然后一切都不顾。我不认为他是个体贴人，但是我必须，为什么我刚刚 99.9%？ 因此我拍了那部电影，我拍了去年下半年我拍的那部电影。那部电影是透过一个自杀者遗族的故事。自杀者遗族，谁自杀？太太自杀。遗族是谁？他的先生。他的先生借由理解他太太自杀，才意外发现他完全不了解他太太一个真实的一个过往的一个历程，所以是一个意外接触，掩藏了一辈子，我希望我不要被发现的一个人格在的状态被遗族揭发的历程。这个当然跟父亲有关，跟这个太太的父亲有关。当初写这个剧本其实就是为了回应我对我父亲的感觉。我曾经坦白的说，我是为了报复而写这个电影剧本，我是为了报复。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坐在电影院，然后看着这个电影发生，然后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三个姐姐都不回来。我多么渴望你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了，我已经照顾你15年了，你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了，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少装傻。我多么渴望是这样的，所以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体贴的人，他的不体贴让整个家都逃走了，疯的疯，病的病，逃的逃。但是我为什么刚刚说 99.9%？ 在我父亲，我拼命在很辛苦的在照料他在疗养中心的日子，那一阵子到了去年的7月，有一天我去照顾他，照顾完了之后跟他聊天，他开始意识有点不清楚啊，我已经决定不想再开刀，因为已经开了3次了，癌症第3期。而离开前，我又走了回来，我站在门口走了回来，坐下来，我跟他说吧，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跟你讲，就是我其实写了一个剧本，然后准备要拍一部片，然后再过3个月就要开拍了，讲的可能跟我们家的事有关，然后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历程，我觉得我要透过这部电影才能够稍微的觉得我好像可以往人生的某一个下一步走。所以这里面难免触碰到一些其实是我要回应的问题，对，然后我没有先跟你讲，我现在愿意跟你讲，然后我跟他说，你现在这个处境，我觉得我希望你放下心吧。我希望你放下心，就是你这么些年来不停的问我为什么家人都不回来，都不在你身边的这种悲凉，只有我照顾你这种悲凉，而且你也感觉出来我照顾你是来自于一种愤怨，带着怒气在照顾的历程。我今天可以好坦白的跟你讲，你其实都明白，对吧？然后不要再纠结了，就是你也扮演了你这一个辈子你认为最好的角色，即使我们不合，对，但是不要再烦恼了，就这样吧，我就告辞。那天我就离开了，我才走出门，坐上我的车，启动，电话响起，护理师告诉我，沈先生，你要不要回来一下？你爸血压突然掉得很低。我就熄火，下车，走进门，进去。我爸血压的确又掉很低，掉得非常低。当天晚上就在我眼前，一口呼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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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对，过世了。OK， 我为什么说是 99%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当下就立刻开始处理丧事的种种后遗。接着我下一个礼拜我就进组了，我就进组开始筹备电影。我很意外，我在辛辛苦进组3个月，然后拍摄了42天之后，最后一天在宜兰的山上杀青的那一个太阳升起，张浩全在那边走啊走啊走啊走。好，我们看杀青，导演杀青了吗？杀青啊，喷香槟什么？
我的第一个反应，我完全没有预期，我不是去拥抱我的演员，我不是去拥抱我的工作人员，我是看着天空。爸，谢谢。你在这一辈子的这一个时刻，你完全体贴了我想要用一部电影传递对生命理解的一个讯息。你选择了一个走的时刻，你选择了一个体贴我的方法，你在千方百计不知道怎么和自己家人相处的一种困境的人生中，我们都恨你，但是你也很为难。你在最后这一刻，你选择了一个体贴的方式，就是让我的孩子好好把这部电影完成吧。所以我会说，我有1%是完全相信他是体贴的。至于我像不像我的父亲，我即使100%的希望我不要像他，我希望我的孩子爱我，我希望我的太太爱我，我希望我身边人不要怕我，我希望我身边人都不要是觉得是我是一个严谨很不能亲近的人。但是其实我继承了他的严谨，我继承了他的一丝不苟，我继承了他的细节控，我继承了他的控制。只是因为我是个好演员，我不停的在整个表演的过程中，我想要播出那些成分，所以我常常花很大力气是在自己和自己对抗。原因是因为我身体里面种满了他，但是我得要跟那个他对抗。所以我非常非常，为什么我常常说谢谢就好了。我的团队的每一个人，我的家庭的每一个人，我的身边的每一个人，哪一个不是在容忍我的这些控制？那也看出来我想要当演员不控制的那种认真跟用心，他们全部都体贴了我。所以我觉得老天爷如果他爱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人某一些人的话，我觉得是其中之一。对，我觉得是被厚爱到不行的一个幸运家伙。对，就是我身边的人都对我超好，所以因为他们对我超好，所以我得要用200%的力气去爱他们，所以我就瞎听了。所以像不像我父亲？我觉得很像，但是我得要演的不像。对，最后一个问题我快疯了，你烦不烦了？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他尽力了吗？我父亲吗？我认为他尽力了，就是他也是无从选择啊。他永远没有办法在老年的时刻去控制年轻时候的他自己，他永远没有办法在退休之后的人生去思考到，原来我年轻的时候做了这么多可能不好的事，他甚至不知道怎么自处。他除了继续去扮演一个他熟悉的角色之外，他找不到别的角色可以切入，所以我认为他很固执的不愿意接受我照顾，很固执的不愿意希望自己在我面前显弱，以至于我必须要常常送急诊，送什么去，搞了15年。15年其实就是一个父亲与儿子之间，父亲不愿意儿子照顾父亲，儿子基于道义或者是任何理由觉得要照顾父亲之间的一种对抗中，长达15年。我认为他的每一个对抗，不想显弱，不想低头，假装困惑，我觉得那都是他尽力想要维持自己最后一丝尊严或者一个力道活下去力道的理由。不管那个理由是不是我喜欢的，我欣赏的，我佩服的，我敬爱的或我讨厌的，总之我认为他尽力了。对，你觉得你活到现在你尽力了吗？还不错哦，我觉得我蛮尽力的。喝酒哇塞，我们到底要把人家逼到一个什么程度？你超没礼貌，你真的超没有礼貌的。不会。